Hello，狮子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啊。那我们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呢，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所以如果你不是在我们首播的时候看到这一则影片，我会建议你呢，就是以当下这个月份或前后推敲一个月的时间，通通都可以。影片下方资讯栏有详细的这个影片使用说明哈。那我个人也相信，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所以其实你也不需要拘泥这些时间点我觉得就享受当下讯息要给你的内容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一样在开场的同时会给12星座开场讯息，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OK，首先我可以很感觉到，就是狮子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份呢。会特别喜欢吃莓果的东西，特别是草莓口味的东西就算你所在的地区可能没有盛产草莓，那比如说可能有草莓果酱或者是比如说草莓蛋糕，或者是比如说草莓还有什么草莓冰淇淋通通都可以哈。那其他的什么蓝莓啊、蔓越莓等等这些莓果的东西，在你这个月，我觉得不仅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所帮助之外呢，你还会特别想要吃这类的东西哈。那某部分的这个狮子座朋友们，你最近也可能很喜欢吃 yogurt。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开场讯息。那第二个开场讯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了一个声音是菱形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给小众的这个狮子座朋友们就是说最近你可能有买到比如说菱形的什么比如说戒指就它是菱形的切割形状，或者是呢有可能最近买钻戒这种立起来的菱形也是 OK， 也有可能呢最近你们家的一些拼贴啦、装潢啦、壁纸啦、设计等等这些跟菱形是有关系的所以菱形这个大量的元素会在你这个月可能有机会发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好吗？好，第三个呢，我觉得狮子座的朋友们最近呢非常有趣我看到是一只青蛙所以我不知道青蛙在你这个月的这个能量场里面代表什么意思 OK 非常有可能最近刚好你可能在路边就看到一只青蛙或者是你刚好最近看电视看到什么青蛙或者是你最近买一些什么可爱的什么角落生物，可能是一个青蛙，甚至比如说你的花盆是一个青蛙挖一个洞的这种感觉反正呢青蛙这个元素最近可能会出现好不好？是蛮有趣的OK 好，那以上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我感觉能量要进入到你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了，我们具体来看看首先呢，这个月份你的挑战牌卡是这一张，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引来事件是这一张也就是我们太阳牌卡 OK 好，那请这个狮子座朋友们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OK 请稍后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收看我的影片。为了提供给大家更多丰富精彩的内容，在今年我成立了思维手术室社群，想要邀请你一起来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那在社群里，我将会带领大家一起练习思维改写，并且提升自我认知，让你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有更强大的底气以及过人的应变能力。只要点击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就会看到思维手术室的社群连结以及入群步骤的说明影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内容吧。OK， 好，我个人觉得狮子座的朋友们，我必须要跟你讲你在这一次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里面抽了非常多都是大牌，大牌，然后大牌，然后大牌，还有什么？在哪里？我刚刚感觉他们叫特别注意大牌的部分，还有大牌这里OK， 还有这里，你看你整副牌卡里面只有1、2、3、4张。是那个小阿卡纳 OK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月的狮子座朋友们，我必须要先给你一个预告就是说如果假设在一副牌卡里面全部都是抽到大牌，就代表说这个重头戏都在这个月O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3张牌卡那新来的朋友们，请你们自行灵活运用这些讯息，套用在你想要对应的人事物关系或者是交手的这些事业梦想或目标跟这些你的创业内容都可以我不会按照牌意来解释OK， 首先呢，我个人觉得在过去能量场当中某部分的这个狮子座朋友们，你的交手的对象可能是天秤座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读你过去的能量场的时候就有天秤座的能量进来，所以你可以对应看看，也有可能是你的星盘有在天秤座特别是太阳、月亮、上升、金星，或者是对方可能有这几个星座的位置 OK 好，这个过去能量场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呢，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我认为呢，在你们两个的来往过程当中一直都有一种我不能说称斤论两但是我会觉得你们两个都有互相在观察对方。比如说今天我帮你买饮料，你明天有没有帮我买便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举这个例哈，就你像说同事之间，我今天订饮料，明天要不要换你订便当啊？所以呢，你们在这种做事的过程当中，好像有在衡量说，今天是我做家务，明天换你倒垃圾。OK 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人事物呢，非常有可能是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呢？这两张牌卡都给我有一种内心暗自在较量，暗自在衡量，暗自在就是计算的这个过程中。那计算当然不是什么小心机那种计算人家那种计算，就是说我会看你做多少。我会看你付出多少，我会看你有没有，就是我对你这么好，你会不会对我这么好 ？OK 哈，因为我觉得在过去的那样场当中呢，我觉得呢，你们应该是非常有可能呢，希望能够去跟这个人事物呢，比如说不能说凑合着哈，但是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想要去得到我想要的适合的，比如说感情中的另外一半啊，创业的好伙伴啊，或者是好同事哈。那你在筛选过程当中就会变得有一点我不知道是过分谨慎呢，还是可能就要求比较多哈，或者是条件呢相对的就会审查的比较严格哈。这个是这三张牌卡给我在过去能量场的一个感受，所以非常有可能是在过去的一个人数当中哈，你为了想要达成这件事、得到这件事、拥有这件事，或者是想要有这一段关系哈，所以你在审查啦、衡量啊，或者是在我刚刚讲的称斤论两啊这个部分，你就是稍微会比较仔细一点点 ，OK 哈。那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这些个塔牌跟钱币四，然后还有这个隐士牌卡，这三张牌卡呢，我个人会感觉哈，这个跟你交手人数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应该会有一个事件发生。这个事情发生哈，有一点像说打破你们两个之间的鸿沟哈。比如说他就会说你干嘛？你不爽你就明说嘛，你干嘛每次都要在那边好像给我搞东搞西，或者是在那边给我就是背后讲我坏话，或者是背后在那边算计我哈。我觉得这边应该有一件事情会让你们可能压在这个台面下的东西哈会浮上来。好，那有的人会觉得很烦，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觉得说你才烦呢，哈，所以我觉得这边非常有可能有某部分的事做，跟你们应该是会有争吵、会有冲突、会有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机会。OK， 那呢，除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之外呢，我觉得你们彼此之间因为都很坚持，可能自己没有错。可能自己这样想是对的，可能自己的观点跟立场是对的，所以有一种互不相让的感觉。OK 哈，那这种互不相让的感觉，在这边有一个隐士牌卡。其实哈，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塔牌，它倒掉哈，是为了让你们在这样黑暗、不顺、冲突的这个状况当中，去找到你们的相处之道。或者是去找到对于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法 ，OK 哈？因为呢，我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就是说有点像说，在过去哈，你已经小心翼翼了，你再怎么小心，这件事情都会发生。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就代表说这边是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被隐藏的，有件事情是要被看见的，有个状况你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就算你过去再小心翼翼，你永远我告诉你，防得了一时，防不了一辈子，就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你的挑战牌卡在这边叫做魔术师，就是说。你这个月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呢，你不能操控所有的全局，因为你就算准备了这个，我跟你讲哈，有点像说哈，人算不如天算的哈，你怎么算来算去就是会少算那一撇 ，OK 哈。那还有就是在你这么的用力去控制这个场面，或者是用力的去衡量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会有失算的那一笔 ，OK 哈。所以这张牌卡有点像说，你能不能放下你的控制，你能不能专注在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变得更好，把这件事情变得完美，把这件事情变成是对我们双方都有利跟共识，这个比较像你这个月的挑战。因为我觉得如果同时都是那种大阿卡纳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说这件事情它就算不是你们人为的发生，老天爷也会安排你发生，让你去看见什么东西，进而让你能够放下控制，然后为了最好的结果，或是为了彼此的这个共识去做一个改变。OK， 因为这边就是让我有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站在蛋壳上的感觉，所以在未来这个能量场是一个钱币10跟一个钱币9，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权杖3。OK， 我个人会感觉这边我必须要跟狮子座的朋友们讲这边这些事件大事件发生，特别是大牌发生之后我跟你讲，通常呢就是一刀两断。一刀两断不是说你跟这个人切断，一刀两断意思说，要么就是你走你的这个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所以呢，这个会变成是说，这个讨论会变得很重要，这个冲突会变得很重要，你怎么处理、怎么想会很重要。OK， 除非达成共识，不然非常有可能在这边我们大家就撇开了。OK 哈，所以在这边才会有一个钱币9跟钱币10，钱币9跟钱币10象征的就是我恢复我自己一个人的状态，我不要跟你合作了。钱币10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呢，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合作结束了。所以呢，这会形成两条路之外呢，所以这个权杖3在这里象征的意思说，你要走哪一条路。OK， 所以我觉得借由这件事情呢，可能有点让你看清楚，可能有点让你了解这个人，或有点让你知道这些情势跟真相。
所以在未来之后呢，你要放下控制，并且透过挑战想办法，你们到底是要有继续走下去的机会，还是说有没有要创造共识的可能？如果没有，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差不多要做一个决定，因为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太阳牌卡。OK， 太阳牌卡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哈，今天我必须要跟狮子座的朋友们讲，在这里不管你是选择钱币9或钱币10的走向，不管哪个方向，你相信我，这件事情来是为了让你走到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所以你不要认为失去好像是一种损失，你不要认为好像得到一定是比如说我就比较赢啊，或者是我就占了别人便宜，不是的。这一个事件最主要让我们学习的灵魂课题就是说，你要看清楚你真正想要的人是什么，你要透过这个人数去看到你自己真实的个性的样子，这个就是这个魔术师要给你的另外的一个课题。好吧 ，OK 哈，好，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自己认为我们是这样的人，但其实不是的，我们会透过别人来发现我们才是什么样的人。OK 哈，好，接下来呢，我就要用这个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些讯息的内容，好吗 ？OK 哈，好，那我也会建议大家来看这个宇宙验证牌卡，因为有些时候有一些细节就是会藏在验证的过程当中。好，来，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你抽到是宝剑国王跟对不起，宝剑女王跟权杖女王哈，权杖女王跟宝剑女王呢，说实在的，我跟你讲哈。这两个都是女王，但是你要去想一个国家里面怎么可能会有2个女王呢？是不是这样说？对吧？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你们同时抽到这么多大牌，就是事有蹊跷。所以你去想一个这个权杖女王象征就是我要掌权。一个宝剑女王象征就是我要讲理 ，OK？ 那你就想，一个要掌权，一个要讲理，那2个人不是就是有理说不清嘛？就跟那个秀才一样，是不是这样说？所以我才会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一个人可能会说，你这样没有道理啊，你这样不行啊。可能另外一个人会讲，但你不能这样做啊，你这样子做我就觉得不舒服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你们在这个过去的能量场给我有一种算计，或者是算计不是不好的那种算计，就算来算去，衡量来衡量去就是我觉得你们2个就是有一种这个烟硝味大概在过去能量场就出现了。所以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你抽到是圣杯3跟圣杯1，圣杯3跟圣杯1象征的就是圣杯4，就是说我把这个台阶给搬过去给你，你要不要准备下台 ？OK 哈，所以呢，这就有点像说我把这个东西呈现给你，那你觉得你要不要继续跟我有这个合作的关系，或者是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或者是你要不要为了我们2个彼此双方的快乐，然后拿出你的诚意来跟我好好谈这件事情。所以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当中呢，这边是一个吊人牌卡，然后还有这个是钱币6，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你在未来这个能量场呢，你要差不多决定是要走到钱币9还是钱币10所以呢，在这里就会稍微有一个停下来思考的这个机会。OK， 然后呢，在这里还有一个钱币6 ，OK 钱币6这边我跟你解释一下我个人会感觉这个钱币6比较有点像是说你在衡量我要损失什么，我要得到什么，我公不公平，我能不能继续跟这人在一起合作的话呢，我能不能得到我应该比如说应该要得到的利益。OK 所以呢，这个钱币6呢走到钱币9，你去想一下还有钱币7跟8，钱币7跟8象征就是我在思考我要不要继续投入，这个投入值不值得，有没有回报，能不能够符合我的理想跟我要的东西。OK 所以呢，整体能量来讲呢，这个就是钱币女王。OK 所以你看你抽到权杖女王、宝剑女王、那个钱币女王，缺的就是圣杯女王。所以我会告诉狮子座的朋友们如果你整个能量场里面是钱、是权、是宝剑，象征你就说这件事情没有要跟谈感情的 ，OK？ 不是说没有要跟谈感情，就说那个所以不能对应感情吗？还是说我们2个之间就没有感情的呢？不是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很重要，它不能感情用事，你要做的是实际上面的权衡利弊或者是模拟你们2个接下来或者是之后可能要去合作的这个状态，甚至呢你们可能要谈一些非常现实层面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拿这个钱币女王的时候，就是这整个月是很现实的东西，因为你要想钱币象征的就是我手上有价值的东西，对我来讲有价值的东西。OK， 所以如果我在这个跟我交手人事物里面，我没有感觉到我有价值，或者是我拿到我应该要得到的价值，那我在这里干嘛？对吧？是这样说 ，OK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额外要给我们狮子座的朋友们的讯息好，来先给你看一下这一张牌卡正面，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背面，OK 好，这张牌卡呢，我先跟新来的朋友讲，我不会按照牌阵跟牌意解释的，好吧 ？OK 好，但是呢，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呢。这张牌有点像说，不管你现在跟未来的结果会如何 ，OK 你都应该要享受在其中。其实跟这边有点类似但是他没有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刚是不是前面就有说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会发生。这发生之后是为了让你看见你是谁。为了让你看见你是谁之后，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要怎么样合作模式，你想要什么样的关系，这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月来提醒你。这张
牌卡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看这个女生倚靠在这个大树里面有一个爱心哈，她没有告诉狮子座的朋友们，其实你一直在找的一件事情，就像这个大树里面有一个爱心，象征的就是我的心可以安住在这里。或者是我的心可以对这件事情很肯定，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人他会有一个很稳固的心，让我可以安全的靠近。所以这张牌卡要告诉你啊，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发生，就是要让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点到底在哪里。OK， 那你们两个能不能通过这一关？你们两个有没有意愿要继续走下去？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创业的目标或工作的这个待遇有没有符合你人生未来的际遇或者是规划？这个都是你在这个月你可能要想清楚的一个课题。OK， 好，所以呢，以上这个就是要给狮子座这次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我希望狮子座的朋友们哈，这个月呢，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我非常建议你一定要稍微对这件事情可以暂缓，不要决定哈。为什么呢？他们希望我再提醒你一次哈。我刚刚有说未来的能量场才会做决定，你还有一个吊人牌在这里。虽然这件事情在这个月可能会掀起波澜，但是并不代表你一定要在这个月做决定，你可以想清楚，因为有些人你们在决定很重要的事。OK， 好，那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狮子座的朋友们参考，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反馈，好不好？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喽，拜拜。